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晚晚有一字在生长。赵丽颖总给人一种可亲可近的观感，一次次的观看她的剧，她的表达，她的妆容和她的变化，仿佛也跟随了一个女人从稚嫩到轻熟的成长。从旁人的角度，她实现了很多人未实现的梦，不懈怠的拼搏，目标凝聚的努力，通过演绎不同的女性，实现自己精神世界的富有，实现自由。又是一年春好处，海棠密密匝匝地凝聚在枝头，单瓣或者重瓣的樱花也在微风中清晰地展示着自己的娇颜。春日氤氲，连呼吸都透出一丝温柔的味道。阳光恰好时分，我们看到了赵丽颖走进摄影棚的身影。时间涓滴的流逝，一个白天过去了，一组组照片诞生，无声中，在花海和粉黛的映衬之下，它也有了一种既精致又有毛茸茸边缘的观感。说不清是哪里显露出来的，但赵丽颖确实比过去更有了温润质感，而细腻处也更细腻。打过招呼，很自然，她提到了刚杀青的野蛮生长。野蛮生长，它有一种既要有激情，但又要面对艰难现实的双重的感觉。双重情境对每个人是有不同含义的，就看你怎么对待。一方面，你非常有热情，精神很饱满，想要努力的使劲的去拼和突破；另一方面，你也能感受到这其中的艰难。你能体会到艰难，但还要生长，痛并快乐着。双引号。相比总是被周到照顾的那一面，赵丽颖在工作的间隙，也在用细节照顾别人。她提前预定了当下最热门品牌店铺的面包，一到片场便分享给大家。一整天的拍摄，搭配不同置景，始终高配合度的满足摄影师的创作创意。在最后，工作的尾声，众人散去，我走进她的化妆间，化妆师正拖着行李箱往外走，轮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，赵丽颖也会轻轻地说一句，不着急，等她走了我们再采访录音。赵丽颖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中散发出了生活感。准备了几组鲜花，有的没用到，是不是有点可惜？我随意地问了一句。她很快地语气轻快地否认了，其实我更喜欢那个粉黛草，这有点不一样。双引号。后来查到，粉黛草的花语是美好的等待，粉嫩的颜色配上顽强的生命力，确实和赵丽颖的某种气质不谋而合。其实粉色像是我比较缺失的性格，但我现在愿意去接受。她微微地笑着，补充了一句，她的锋芒底色还在，只是如她所言，她也更愿意接受外壳上的柔软了。其他的变化肉眼可见，赵丽颖开始拥有了一些可选择的自由，她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角色。通过今年的努力，亦有了物质保障。相比过去拼事业的许多年，她可以稍微放缓自己的身心。在未知的旅途中，她无论向哪个方面行进，似乎前路都是坦途。我在想，自由是不是我们永远要去追求的一个东西？当你以为自己拥有它的时候，可能并没有。如果你马上就得到了它，可能那也不是你真正追求的自由。双引号。心思清明地提醒不要沉迷于满足现状，同时，赵丽颖也有知足常乐的自我考量。她先是开了一个小玩笑，除了出门不太自由，别的还挺自由的。而她便很快转向了一种深层的表达，我知道自己已经拥有某些自由了，我已经完成了一些心愿。只不过，对于更大的方面来说，我是没有那么自由的，我还要适应社会的生存法则。双引号。当说起幸福到万家，在经历了近10小时的造型拍摄后的赵丽颖，似乎缓缓找回了自己想要分享的内容。在她的语句中，我听到一丝疲累，但说到和幸福这个人，语调又渐渐地升高了，显然是进入了状态。和幸福不是一个人生顺遂的女人，和赵丽颖自己的性格两两相应，也有很大不同。我也挺倔的，但我没有她那么勇敢，那么无所畏惧。
在赵丽颖眼中，何幸福像一块璞玉，还没有被时间打磨掉棱角，还保持着她最朴实的样子，这是很少见的。所以她会变成大家眼中格格不入的那一类人。有的人看她觉得很异类，但这部戏就是要通过她告诉我们，她坚持的东西都是最正确的，她不是为了利益，也不牵扯别的，就是在守卫心中的正义。双引号。当投入剧情时，赵丽颖忍不住会替何幸福生气。白天演了一场戏，因为剧情已经生气了，收工后回想今天的拍摄内容又生了一通气，晚上回去再一琢磨，看到了第二天的剧本，就更替何幸福生气。双引号。所以我不但赞赏何幸福，我还很钦佩她。赵丽颖突然加快了语速，身体也向我倾斜过来，开始了罗笑。有时候我自己难免会跟她产生分歧，但还是要坚定地相信她的信念感。双引号。演这样的人物，信念更像草蛇灰线，冲突才是火花带电啪啪闪光。她总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和道理，其实孤独感很强。她需要将自己认为对的道理不断地去告诉每个人，可人总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和接受的，一时之间懂她的人特别少，所以演她有的时候心挺累。双引号。投入角色，赵丽颖会看到何幸福的脸日渐消瘦，状态特别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，何幸福虽然是心底有信念、有力量感的人，从来不说自己辛苦，也不散发负面情绪，可是你看到他的样子，你能说他真的不疲倦吗？真的不累吗？不是的，生活中发生过一些事，总会给人留下痕迹。双引号。一路演绎，赵丽颖感觉自己陪伴了何幸福一段时光。一个人不可能天天都是正能量，会累的，也会怀疑的。更多的，我是觉得何幸福太辛苦了。别人理解不理解不重要，我当时就是觉得，我一定要陪何幸福一起走完这段旅程。双引号。如今再度回想，她太艰辛了。我很想抱抱何幸福，和她说一声辛苦了。双引号。我知道，生活中的人或者生活的状态，不会像电视剧里面那种去浓缩再放大，给大家专门的去观看，可现实生活中，是会有类似的事情或者这样的人的。何幸福可能没有多么伟大，但她很真实，她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女人，在艰难情境下野蛮生长。我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和珍惜这样的女人。双引号。最近赵丽颖陪伴了2位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女性，野蛮生长的许半夏直来直去，有时看到内心戏太多人的，会觉得想那么多干嘛，做就对了。何幸福更简单纯粹和有同理心，会关心一下对方，没事，有我呢，我照顾你。双引号。其实这2个人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女性，看着她们，我自己也会反思，力量的使用是否需要去斟酌一下。虽然目标很好，但极端和硬度应该直接呈现吗？有时我会自己想想，怎样能把这些内在力量发挥得更好一些。双引号。许半夏和何幸福带给赵丽颖新鲜的感觉，包括谁是凶手的沈玉，都在拓宽赵丽颖对人的认知边界。这几个角色都是我在去靠近角色，要去找他们的逻辑和思想。比如，我每天和何幸福会产生想法的碰撞，有激烈的对话，吵架，和解了，消化一下，第二天再继续靠近他。双引号。每次结束一部戏的拍摄，赵丽颖都会在微博上分享一些花絮照片，和角色们做暂时的告别。想想我做这个行业也很好，那些故事都没有真的在现实中发生。因为即使是发生在剧中，发生在我心里，那也会带给我很大的感触。演完这些女性，我知道自己其实是很幸福的，我没有经历那么多事，也会更珍惜现在的生活。双引号。聊过了几部刚刚拍完的现代剧后，赵丽颖又说了2句以前的表演体验。她说，近期也想找回古装剧的感觉，
着眼点和以前也不太一样了。古装剧可以不复仇也不复杂，但需要有一些想法和情感观念的不同，有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，有更多的光明和责任的表达。对我来说，现阶段这样的角色可能让我的状态更好。双引号，每一次我都会期待下一个角色，他一定都有存在的理由，也一定会有让我跟他一起走完一段旅程的理由。我从不觉得自己有得心应手的角色。当一部作品来了，我要如何完成好这个角色，这些和自己当下的心情和状态有关。一部戏拍下来，是我的3-4个月，但也是一个角色的一生。这些信息量太大了，确实会带给我一部分影响。双引号，去年接受芭莎采访，赵丽颖说，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温柔且坚定的人。时间过去1年，她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，却并非直线。温柔还好，坚定在我的2个角色里也踏实践行了。说吧，她的嘴角浮现了弧度，笑着解释，比如许半夏和何幸福，都太坚定了。极度的要强其实和极度的软弱一样，都有自己不对的地方。双引号，她的心思更加细微了。以前角色对赵丽颖的影响也没有近期这么大，这也是她希望后面拍一些光明而新颖的古装剧的原因。我在表演的过程中，每天都在思考和消化它们，然后发现自己被它们多多少少的影响到。转念，他又给自己找到了安慰，这也挺好的。我会疏导自己，也增加了一些辨别能力。可能我和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，表演归表演，我通过他们更明白了自己。双引号，身为天秤座，本来就是个选择纠结狂，于是赵丽颖在可能拥有更多自由和更多选择的时候，迈出了那一步。更要尊重自己的感受。虽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但忠于自己，至少我是舒心的。双引号，我坚信一个人的成功一定和自己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。最终，一切都会因为你的选择而发生变化。你的选择会决定每一个岔口你走向哪条路，而那条路正通往不同的方向。双引号，伴随着一连串欢乐的笑声，我们和赵丽颖挥手作别。夜色四合，看着她渐渐远去的身影，我又回忆起她不久前的一则微博。蓝天白云映衬，她走在钢筋水泥的工厂区中，沙地上一个柔软的背影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她对她的角色说，半夏，春天会来的。双引号，是的，春天已经到来了。和赵丽颖的脑洞问答，如果有平行时空，你希望那个时空的自己过着什么生活？可以不要平行时空，并不想去，也不想要影子的另一种生活。说说你小时候的一个白日梦。那肯定是希望自己特别优秀特别好，一眼看到旁边工作人员手机可你看，白日梦就在这里，当富婆。大笑。现在我觉得，一个人不管是精神上富有，或者完成了自己物质阶段的某个目标，或者是有自己生存的某种能力，他都是富有的。遇到纯粹的陌生人，你会怎么介绍自己？不会说我叫什么，我可能第一句话是，你好，知道卫生间在哪儿吗？我记得小时候看谁出场，总要自我介绍，一大串复杂的前缀，玉树临风为小宝，祭天大圣孙悟空笑你认识我的话也可以，但如果不认识我，那正好，我就问你点事儿，卫生间在哪儿？让你进入喜欢的二次元世界，你想实现自己的什么梦想？比如在现实世界的遗憾。遗憾肯定是有的，但留有遗憾是美好的，它会让你下一次更有目标更有动力。如果你说希望有什么能力，我现在觉得穿越时空也挺好。是想回到过去改变什么？不是，不太想回到过去，我只是觉得在时间的裂缝里穿过来穿过去比较好玩。想去哪个朝代旅行？我想去的朝代可多了，唐朝、宋朝、明朝、清朝。唐朝很繁华，宋朝的服饰很美。我演戏包括总是看剧，
就会常常看到古代的一些图片、一些影像资料，也看过故宫中的一些东西。清朝的旗头或者很多装饰品都非常考究艳丽，就会非常感兴趣。如果你能去古代，你希望见到谁？想去皇宫看看，证实下皇宫是不是真的守卫森严，进去是不是需要出示令牌。古装剧真的离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些远，但又投射了现代人的一些心理和幻想，所以每一次穿古装，还是会感到期待，是既熟悉又陌生还新鲜的感觉。题外话，如果让你去了宫里，遇到宫斗会怎样？如果是我，碰到宫斗第一集应该就挂了，哈哈笑。有编剧的话，我也希望编剧不让我的角色活太久又笑，宫斗太累了，防不胜防。心思要多缜密才能活下去，太费脑子了，我也没有这个脑子，求编剧放过。